将军，此番秋瓷乱党叛乱，兵力不过数千，属下带本部人马便可剿灭。就这几千杂兵，怎还需我大唐天军亲至？府兵足以平叛。你等先退下。是，将军。梅参军留步。是。梅参军，你看应当如何呀？大总管，这可是天赐良机啊！下官有一计策，可一雪前耻。讲。上次打赌城之时，就是屈家和裴行俭作祟。此次如果我全军出动，让西周征收20万担粮草，他若是征得，必民怨沸腾；若是征不得，可杀他个惰慢军情之罪。梅参军，你这边回帐，帮我写信。是。我让子玉前去西周督粮，无论结局如何，那裴行俭必摆脱不了干系。我家娘子每日给云娘子作画，不过10几日，每日不超过半个时辰。大多时候，云娘子都是抱着琵琶做样子。可这张娘子，娘子每日给她画足半日，还要她不停地抚琴，真是我见犹怜。子子，快过来，子父有事找你。哎，张娘子，你莫动！你要是动了，子子这么多天的心血可白费了。你呀你，我就得让那张敏娘吃苦头，谁让她到处抢人家夫君了？唉。来，娘子还要辛苦多少日子，才能完成那幅画呀？今日便能画完。今日之后，只怕我下帖请他，他也不肯来了，一劳永逸。前几日，有敕书飞递到了西周，令行军大总管苏海正率阿史那弥社与阿史那卜真讨伐龟兹叛党余孽。可是又开战了，那西周呢？苏大总管甚是敬业，今日发兵的军令就到了西周，令廷州来刺史督造军械，区都督总领辎重。此外，还要再筹集军粮20万担。若是我没记错的话，咱们的军粮储备应该还有12万担吧。当年苏定方将军凭西域之乱，横扫阿史那后路10万联军，1年多时间动用的全部粮草也不足10万担。如今所谓的龟兹余党，兵力不过3000，占地不过2成，那苏海正却要征用20万担粮草，1万领寒袄，2万担布帛，这胃口可真不小啊！那你说说看，此次苏海正为何会如此安排？其一，苏海正性子贪喝，
借刀兵以填私欲，军资粮草自然是多多益善。那其二呢？其二嘛，自然是要刁难你和屈家父子，以泄私怨。你倒是看得清楚啊。苏海正父子把当年被贬西周的账算在我们头上，加上那次屠城敛财，又在你手上栽了跟头，自然是要挖空心思报了仇去。你放心吧，虽然苏海正筹集军粮的数目非常苛刻，但好在西周还有12万担米粮的储备，再加上这2个月我又想了些法子，又囤了5万担米粮。虽如此，到底还是有3万的缺口。3万虽然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但是凭借屈家在西周的声望，应该不是难事。你倒是看得清楚，没存侥幸之心。此件事情，确实有一半是冲着咱们屈家而来的，还有另一半，自然是他恨之入骨的裴守约夫妇。当年屠城之时，圣上的旨意来得太快，有些人略一推敲，便不难理解，定是那裴守约早一步去了圣人那儿，告了御状。如今苏海正翻了身，咱们与裴守约交好，虽不是什么密事，但也要多加提防才好。那3万的缺口，我看还是先从西周的高门大户手上买上一些。西周连年丰产，那些人的手头上定会有一些存粮的。您放心吧，明日我就去办。眼下筹粮之时，虽说有了眉目，但调兵之时，你也要多加留心。按军令，西周10余座城池里，伏兵最多只能留下1000多人，所以咱们务必要将精锐全部都留下，还有咱家的那些仆从，不去也该打起精神了。统筹军资之事，想必各位也已了解。如今粮草尚缺，我们有意购置，数量自然是多多益善。各位有多少，愿意拿出来多少，我们便愿意收多少。昨日消息一出，今日西周粟价便涨了2成。如今大家手头上的余粮也不算太多，不知司马所说的市价，到底是？今日叫大家来，自然是按照今日的价格。各位请放心，我与裴长史已经调集数万担粮草，为的就是及时制止西周的粮价继续上涨，也是为了制止有些人借机囤粮，发一笔横财。我屈家一向是与各位共荣辱同进退，危难之时，助我屈家一臂之力者，日后定当不会亏待的。各位且放心，今日购粮，只是为了防止有个别人别有居心，
借机囤粮，哄抬粮价。待收粮之日，我屈家愿意多拿出30%费用，以表谢意。不知诸位意欲如何？这各家囤粮嘛，无非就是为了酿酒再卖。但是司马此次收粮总共已经加了50%的价格，这样算下来，各家的收益也不比酿酒差嘛。省时省力，何乐不为呢？各位也知道，重玉的性子一向不太好。危难之时助我一臂之力者，日后定当涌泉相报。可在这时候，趁火打劫的，不妨站出来给我试试。司马哪里的话，如今是都督统领此事，若哪家有不孝子弟，敢如此见利忘义，不用司马出手，我们这些人也绝技饶不了他。那此次筹粮之事，就拜托各位了。守约，我看你是多虑了。今日西州各族长已经答应下来，再过几日咱们就可以开仓收粮。这是今日从秋瓷城传来的消息。前日早上，苏南景带着500精兵离开了秋瓷，想必明日午后便会到达西州。他不来才是怪呢。不过如今他来西州又能怎样？是不让西州庶民缴纳户税，还是不让西州大户买粮草啊？玉郎，你未免放心的太早了些。大总管，前锋营刚和秋瓷叛军接触，叛军便退了。前锋营的将军按大总管令，只负责驱赶，乘机掠夺些金银布帛即可。目前收获颇丰。紫玉参军也已抵达秋瓷，前往西州征粮。随行的卢参军说，此番需拉拢几个西州的大户方好。此计甚好。告诉他们，此去西州需让西州大户断绝和屈家的关系，他们2人可以便衣行事。是。阿爷，客人到了。南景见过屈都督，参见都督。哎呀，苏公子不必多礼。这位是卢参军。哦，快请坐。不知军资筹备之事，都督可有了眉目？哦，这就是送往各处的征粮文书，请苏公子过目。都督与司马真的是爱民如子啊！只是照这个数字筹集的话，军粮还差8万担，布帛也差2万吨，不知这个缺口，都督要如何填补啊？是这样的，苏公子，因为今年秋季天时不大好，为防明年大旱，裴长是想方设法的调到了5万担粮草。可不巧，如今赶上征收军粮，竟还差了3万担。西州的商税近年有盈余，除了那2万吨布帛，家父还会出资万民，把这3万担余粮自西州的富户买来，定会补了军粮的缺。早就听闻西州富庶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父庶不敢当。既然军粮筹集一事已有了眉目，那苏某就不打扰了。这个裴行俭好快的手脚啊！莫非他还真的能掐会算不成？下官方才听卢参军说了，公子莫急，此事未必能如他们所愿。莫非你有什么对策？下官有一弟子是敦煌张氏的旁支，现如今在高昌做着县尉，明日一早他便会来见我。届时还请公子一步一叙。切，一个阿猫阿狗般的人物，何须我出面去招待？在下曾听闻，屈都督自今年初起便不大抛头露面了。他的年岁已大，身子骨眼看着垮了下去。西周的这些高门原本是依附于屈氏的。若都督有个三长两短，公子请想，朝廷会派谁来西周当这个都督呢？按理说，不是屈崇玉便是裴行俭。正是。但是那裴行俭对西周的这些大姓一直敬而远之。屈崇玉这个人性子桀骜刻薄，与这些大姓也并不亲厚。如今西周的这些大姓正在找新的靠山，自然是不敢得罪公子您的。明日南景要如何行事，还请先生指教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公子明日只需一步，说上一句话。您此来西周，不仅是要为大都督分忧解难，更是为了防止有人以一己之心强征军粮，为难良善。须知这衣冠之事，勋业之家，方是西域之柱石，大唐之根本。参军请留步，还请参军跟苏公子在此稍候。张怀基的行为怎会如此鬼祟？那人口中的苏公子，莫不是苏南锦？明日嘉木生辰，怀季备了薄酒。若司马有暇，还望莅临。姑母生辰，我确实应该登门拜访，只不过如今事务繁多，分身乏术，还请姑母谅解。司马客气了。此事定得匆忙。家母并非大寿之日，只是身子不好，有卜者云要以喜气冲之，所以才匆匆定了此事。
司马如今管理着筹粮的大事，家母是明理之人，定不会苛求。多谢体谅。请开！对不住，对不住，走开。那个苏公子一直盯着都督府。有劳了。还有事吗？此次军粮要得齐，咱们衣冠之家出些米粮没有什么。不过西周这2年收产甚好，若是每户多收个2、3担，恐怕也拿得出。这样岂不是更稳妥一些？你也知道，这次征收军粮，西周历年的存储和这2个月的购入已经一扫而空了。若百姓家里没个余粮，明年万一发个什么灾，征个什么税，让这些老百姓怎么办啊？哎，倒是那些大户人家，留着粮米，无非就是酿米酒。不如这样，你们高价收之，人家呢也乐意为之，如何？怎么？难道你们真等着哪天天灾人祸，发百姓的横财呀？呀，司马考虑周详，下官随口一问，随口。哎呀，听说，裴长史已经回衙，下官这就去一趟。虽说长史恐怕也抽不出身来，不送却是不妥。哦，正好我也有事寻他，一同去吧。司马，玉郎，你先忙。长史和司马有要事要谈，我们先告辞，稍后再来向长史汇报公事。诸位先等等。家母生辰，长史若是有暇，还请赏个光。明日啊，参军且看，我哪是有暇的模样，实在是不得清闲。要不这样，改日我亲自登门拜访，你看可好？不敢当，长史的公事原是耽误不得，些许小事何足挂怀呀。诸位若是有暇，还请赏个光。恭喜恭喜！好，一定。谢谢，赏个光。恭喜，赏个光啊！长史，苏公子来了。快请苏公子。守渊，多年未见，还是风采依旧啊。子玉兄，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啊。下官见过裴长史。玉郎，果然你也在这里。公务在身，彼此彼此。明日家母生辰，苏公子和参军若是有暇，还请赏个光。多谢张参军盛情。下官先行告退。裴长史果然是勤勉啊，想必筹粮一事必然是顺遂了。裴某不过是调集了几处县城的一仓之粮，哪里及得上子玉和参军星夜奔驰，用心良苦啊！这军资倒是有了些眉目，只是大总管征兵之后，这西周的府兵只够守城，不知这运粮的兵力，子玉兄准备从哪里调集呢？想必守约已是胸有成竹啊！有你这句话，我便放心多了。至于运粮的兵力，大总管他自有考虑，到时还需守约与玉郎能助我一臂之力。
玉郎，想必你与守约还有事情要商议，我便不多打扰了。这苏南锦到底在想什么呢？怎么了？这帖子有什么古怪之处？原本没觉得有什么奇怪之处，现细细一看，竟越看越觉得有趣。哦，这张参军说原本没有打算做手，只是想冲喜才临时决定的。这字迹是有些潦草，不过也算是寻常吧。自是寻常的很。那张参军来这屋送帖子，恰好遇到了苏南锦和那看似旧时的参军，也是寻常。他随手递出了帖子，那两人又应了明日登门去拜个寿，那也是寻常。我只是想知道，这一日之内，可有张家子弟去拜见过他们？如今这苏子玉是行军大总管的公子，西周大姓想要攀交也算正常。不过我想，他们没有这个胆量，敢生背弃之心。郎君，郎君，司马也在。何事？当着司马的面，单说无妨。郎君，夫人刚刚派人传话过来。说是那张怀忌张参军在入司马府之前，曾经跟苏公子和参军见了一面，之后便在路对面茶楼里坐着，一直盯着都督府。在张怀忌出了司马府入都督府的时候，便瞅准了时机进来的。夫人怀疑这其中有诈，请郎君多加小心。这便失落。那苏南锦明知我二人不会去，便使了这计。从而和西周大户拉近关系，恐怕几日后，你和高门收粮之事要有波澜了。守爷，我想明日贴出告示，从10月起，西周米酒赋税增加3倍。我原本也是这么打算的，想在你收粮之后贴出告示。如此看来也罢，明日我便拟了文书，发布出去。见过阿兄。你阿嫂可与你说过了。贵客临门，能献上一曲，是沔娘的荣幸。沔娘此言差矣。你今日不过偶然兴起，谈与阿婶阿嫂们听听，什么贵客常客，不过是沾个光罢了。是，这感情好啊！我这便去打个埋伏，你们兄妹俩先聊着。来，这2日的事，我也听说了一些。苏公子今日来的蹊跷，却不知他是不是要拉拢咱们，来对付区域郎和裴长史。你莫要乱说，此话也是能说的。阿兄莫怪，是小妹唐突了。这话的确唐突了。什么对付区域郎啊？咱们家跟区家是什么交情啊？莫忘了，你婶娘便是姓区。只是玉郎太过任性，前些年搞什么
攻防之类的就不让我们插手。这些年又次次跟裴长史混作一起，跟大家过不去。大伙儿就是想让他知道，那些庶民和工匠、商贾什么的靠不住。西周说到底还是要靠我们这些人。至于苏公子，身份贵重，性子刚毅，虽是军中之人，看事情却比玉郎明白得多。他这次来贺寿，跟大家伙聊得甚欢。他只是与裴长史夫妇有些过节，那玉郎明知如此，还跟裴长史混作一处。若因此吃了亏，那怨不得别人。米娘明白了。你今日只管弹琴，旁的事不要挂心，自有阿兄替你安排。苏公子的身份见识，哪点不强过曲玉郎？生得又极为英武，倒听得你的曲子。多谢阿兄。原是米娘不懂事，心高气傲，难为阿兄阿嫂这么些年。日后米娘的事，但凭阿兄做主。姿势体大，回头再说。阿兄不必多虑，米娘何曾言而无信过？如今这紧要关头，又怎会不识大局？米娘今日定会好好弹琴，旁的事，阿兄看着安排吧。有劳米娘了。确实很久没见了，也敬大家一杯啊！来，敬大家一杯，相当没劲吧？来，咱们干一个啊！娘子，那位苏公子到底是何许人也？要不要婢子多方打听一番？不必了。他是什么样的人不要紧，要紧的是，娜娜，你觉得我可还能得到什么更好的机缘？如此绝妙音律，参军可否让那琴师再弹一曲？我在西域这些年，早就听厌了琵琶古曲，如此清音雅律，实属是难得啊。罢了罢了，不必多问。今日是沾了家母的光。来，喝酒。来，晚上。子玉离开长安多年，方才一曲，倒是勾起了思乡之情。家母年高，夫人多病，更是受不了这般风霜苦寒。我在边境平日里也便罢了，每逢佳节，必然是形影相吊。也不知何年何月，才能如参军这般，一享天伦之乐。公子不必艰险，陪在大总管左右，就是最大的孝道。我们心里对公子那是佩服的紧呐。公子，舍妹在偏房等着公子，我领公子去，可否？娘子，
不妨试探。行。这苏南景怎么不见了？王明甫，来，我敬你一杯酒啊！参军你太客气，请坐。来坐。来，请。公子想要的横笛，要略等上2日才可得。公子若是没有别的吩咐，奴先告退了。去上房等我。娘子，那位苏公子的眼睛好像会吃人。明娘，阿兄有何吩咐？坐。适才，苏公子求娶你。啊，他在家呢，有一房妻室，因体弱多病，留在了长安。他膝下只有一个女儿，他早就想在西域再娶一房，但是他们益州哪有什么大作，因此才拖到了今日。如今是诚心求娶你为平妻。平妻？阿兄，此事难道是苏公子自己一人便能做主的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阿兄自是问了。苏大总管呢，早就催着苏公子寻一位名门淑女，好生个身份贵重些的子嗣。来西州之前，大总管便交代，如果找到合适的人选，便将此事定下来。因战事在即，大总管不便亲至，但陪在苏公子身边的王参军是大总管的多年好友，由他主持婚事便可。媚娘，苦尽甘来，得偿所愿了。怎么，你不乐意？苏公子说了，这平妻便是正经的平妻，虽不如嫡妻，那也是要尽族谱宗祠的。况且人家诚心诚意。阿兄误会了，米娘哪敢贪心不足，只是有一事不明。苏公子此次前来，到底所为何事？为何大总管能在他来西州之前便有如此周全的安排？他是来督粮的，还是来娶亲的？阿兄如何安置米娘都好，只是关系重大，我们不得不早做打算。说到督粮，明日便是交粮之期，西州高门都看着咱们张家和齐家，阿兄想过没有？若是今日应了此事，明日的粮要如何交才妥当？父亲，父亲，何事啊？
这么着急找我回来？明日交粮，该怎么办呢？刚才各大家族已经议定，明日每家交的粮米，不允许超过500担。他们是疯了吗？玉郎什么性子，他们不知道吗？怎敢在这个时候扫他颜面呢？以往西周都是以屈都督为首，玉郎自然有手段整治咱们。可如今，他得罪了行军大总管，能否自保，尚未可知。西周之事还能由他说了算？父亲，您的意思可是，这西周各家现在是要联手苏氏父子一道对付屈家？